2500多年前，古印度恒河平原上，一位修行者穿过晨雾来到佛陀面前，他的眼神中带着长期思索后的疲惫与困惑。恭敬的行礼之后，他问了一个在当时看来极有智慧，直至今天仍让无数人深思的问题：世尊，世界是永恒的还是非永恒的？世界是有边际的还是没有边际的？生命之流与身体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如来死后还存在吗？还是不存在？还是既存在又不存在？还是既非存在又非不存在？一连串的问题抛了出来，每一个都触及了人类思维最深邃最模糊的地带。周围的比丘们屏住呼吸，等待着答案。佛陀沉默，他静静地坐着，没有回答。不是因为他不知道答案，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这些问题从一开始就不该被这样问。这就是佛教思想史上极其著名的14无忌忌，是回答论说的意思。无忌就是不予以回答，不给出明确判断。14无忌就是14个佛陀选择不回答的终极性问题，它们囊括了人类最根本的形而上学困惑，关于宇宙的有限或无限，关于时间的恒长或无常，关于所谓的灵魂与肉体究竟是同一还是分离，关于觉悟者离世之后的存在状态。每一个问题都预设了4种可能的逻辑答案：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用今天通俗的语言说，这些问题就是人类思维尽头，那些终极提问。可佛陀偏偏选择了沉默。在世俗的普遍认知里，不回答只有2种可能：要么不知道答案，要么不敢面对答案。但佛陀在经典中被尊为一切智人，意思是知晓一切实相的人。大智度论中明确记载，一切智人有言有无，言无佛有，不言无，无不言有。但说诸法实相，也就是说佛陀知晓一切，他绝不会把有说成无，也不会把无说成有。他会如实宣说诸法的真实样貌，他不可能不知道，那为什么不说？中阿含经中的剑喻经给出了最形象的答案。佛陀对弟子们说，假设有个人中了毒箭，痛苦万分，箭上的毒素正一点点侵蚀他的生命，亲人急忙要请医生来拔箭治疗，但这个中箭的人却说，不，你们绝不能碰这支箭，我必须先把这些问题搞清楚。这支箭是谁射的？他姓什么？长什么样子？身份是什么？箭杆是用什么木头做的？箭羽是哪种鸟的毛？箭头用什么金属打造的箭毒？又是从哪棵树上提取的？在把所有细节调查清楚之前，谁也不许拔箭。结果如何？答案还没找到一半，人已经毒发身亡了。佛陀说，那些纠缠于世界常与无常如来灭后有无等问题，却不去修行，不去直面当下痛苦的人，就像这个中箭的愚人一样。这些问题从理论上说并非不重要，但关键在于你搞清楚这一切之后能怎样？能让你从痛苦中解脱出来吗？能让你离苦得乐吗？能让你走向涅槃，熄灭烦恼吗？杂阿含经中说得清楚明白。如此，论者非义饶益，非法饶益，非凡行饶益，非智，非正觉，非正向涅槃。翻译成白话就是讨论这些问题，对真实义理没有帮助，对修行法则没有帮助，对清净反省没有帮助，不能增长智慧，不能走向觉悟，更不能引导人趋向涅槃解脱。一句话，这些问题与离苦解脱的核心目标毫无关系。那么佛陀的沉默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深刻的认知智慧？他的沉默是一种软弱，还是一种力量？是无知，还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知识？让我们一层层拨开来看。我们先来思考一个更底层的问题：为什么有些问题回答本身就是错的？这个世界上存在2种不能回答的情形。第一种是人尽皆知的，你不知道答案，所以不能回答。比如别人问明天下午3点，
北京的气温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是多少？你不知道，所以答不出来。这种不能回答是无能为力的。但还有第2种，远比第1种深邃的这个问题，本身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无论你给出是还是否，都已经落入了提问者预设的认知陷阱。14无忌就属于这第2种。打个比喻，假如有人问你，使女生下来的孩子是胖还是瘦？你仔细想想，无论回答胖还是瘦，你都默认接受了一个前提：使女能生育，但使女在生理构造上根本不可能怀孕。所以你的回答无论多么严谨，多么有理有据，从一开始就是错的，因为提问本身就已经错了。大智度论中，龙树菩萨就是用这个比喻来解释佛陀为什么不回答14无忌的那些关于世界常无常、如来灭后有无论的问题，就像追问使女儿是胖是瘦，他们的提问前提本身就站不住脚。再换个例子，有人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听起来非常哲学，非常深刻，但它本身隐含了一个前提：世界有一个本质，而且这个本质是可以被语言描述出来的。可如果世界的本质恰恰是超越语言的，那么任何企图用语言描述它的尝试都必然偏离真相。老子在《道德经》开篇第1句话就点破了这个困境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以用语言说出来的道，就不是那个永恒不变的真实的道了；可以用概念命名的东西，就不是那个永恒的名了。换句话说，语言是有边界的，你试图越过这个边界去说话，说的就不再是真相，而是妄念了佛陀的沉默，就是在这个边界上停住了脚步。他不往前走，不是因为前面没有路，而是因为前面那个领域语言无法通行。2000多年后，西方哲学家用更冷峻、更精确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维特根斯坦，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在他青年时期的代表作《逻辑哲学论》中，从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严密推演出发，得出了一个震撼人心的结论：东方圣人佛陀、老子和西方哲人维特根斯坦跨越漫长的2000多年时空，从完全不同的文明土壤出发，得出了同一个结论：在终极真相面前，语言失效了。这不是语言的缺陷，而是语言的本性。语言是为日常世界、为现象世界服务的工具，它无法承载超越现象的存在，硬要去说只会产生混乱。这就是为什么佛陀选择沉默，他的沉默不是无知的沉默，而是智慧的沉默。他知道有些问题在你开口提问的那一刻就已经错了，你越是执着于得到答案，你就离真相越远。而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矛盾时代，信息爆炸，认知却在降级。自脾气的算法在不断地推送各种终极问题，以及各种号称终极答案的内容。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宇宙的尽头在何方？谁才是好人？谁是坏人？这个世界到底有没有公平？这些问题的评论区里充斥着言之凿凿的断言和一知半解的争吵。每个人都急于给出一个明确的、绝对的答案，却很少有人愿意停下来想一想，这个提问本身是不是就已经跑偏了？一个真正清醒的人，在这个喧嚣的时代往往是孤独的，因为当你指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时候，大多数人不会恍然大悟，反而会觉得你在故弄玄虚，在回避问题。你的沉默在一群急于表达、急于下结论的人中间显得格格不入，甚至有些尴尬。但恰恰是这种沉默守住了认知的最后一道防线。你知道语言的边界在哪里，就不会轻易跨过去胡言乱语。你知道有些问题不能去回答，就不会被任何看似高深的提问牵着鼻子走。
沉默是认知的最后尊严。既然有些问题不能回答，有些认知本身就是错的，那我们怎么区分到底哪些认知是真的，哪些是假的？判定的标准是什么？答案可能比你想的更简单。符合客观规律的就是真知，不符合的就是谬误。这个标准听起来平常，但它的背后有一个极为深刻的哲学源流。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在公元前6世纪就提出了一个概念——罗格斯。罗格斯在古希腊语中的原意是说话、言说，但赫拉克利特赋予了这个词更深广的内涵。他所说的罗格斯既是言语话语，也是理性原则和宇宙的普遍规律。在赫拉克利特看来，世界表面上看是流动不息的、混乱无序的，人不能2次踏进同一条河流，但这种变动背后有一个恒定的理性的法则在支配着一切。这个法则就是罗格斯。你说的话，你的认知，如果符合这个宇宙的罗格斯，就是对的；如果与罗格斯相违背，就是错的标准。就这么简单。有趣的是，西方语言中法律和规律在英语里是同一个词 law。 这不只是一个巧合，从古希腊的罗格斯理念到古罗马的自然法思想，再到近代的法治观念，西方文明一以贯之的一条底层逻辑是：人间的法律应该是对宇宙规律的一种模仿、映射和翻译。你违反了自然规律，一定会受到自然的惩罚；你违反了法律，也同样要承担相应的后果。他们共享着同一个底层逻辑，服从那个高于个体的客观的法则。那么佛教的底层逻辑又是什么呢？核心只有一个词：缘起性空。一切事物都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由某个固定的造物主创造的，而是由无数因缘聚合而生。一朵花的开放需要种子、土壤、阳光、雨露、空气、温度，缺一不可，人也是如此。没有哪一个事物是独立存在的，永远不变的，这就是缘起。而正因为一切事物都是因缘合合而生，它们就没有一个独立、固定、不变的自性，这就是性空。龙树菩萨，公元2世纪到3世纪之间的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的创始人，用极其精炼的语言将这种世界观概括为8不中道。他在中论的开篇第1首偈颂中写道：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细论不生不灭，事物不是突然从虚无中产生，也不是彻底消失化为乌有，而是缘聚则生，缘散则灭，不长不断。没有什么是永恒不变的，但也不是彻底断灭，什么都不剩。因缘的链条从未中断，不一不异。事物与它的因缘条件既不完全相同，也不是截然不同。你今天的你和10年前的你是同一个吗？说是同一个细胞都换了好几轮，说不是同一个。记忆和意识又连续着不一不异，才是最精确的描述。不来不出，没有一个独立的事物从别处来，也没有一个独立的事物从此地去，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的暂时现象。这就是中道智慧，不落极端，不走偏执，不执着有，也不执着无，而是如实关照因缘的运作。这绝不是模糊和折中，而是对现实真实样态的更精准刻画。那么一个问题自然而然地浮现出来：认知和道德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们常常本能的、不假思索的将认知不同直接等同于人品不好。在互联网上，如果谁说的话跟自己不一样，很多人第一反应不是去思考对方的逻辑链条是否成立，事实依据是否充分，而是直接给人贴标签：你是坏人，你立场有问题，你收了钱。这种现象本质上就是认知混乱导致的道德绑架。事实上，认知和道德是完全不同的2个维度。一个人可以非常有道德感，心地善良，一片赤诚，
但他的认知水平可能极低。为什么社会上经常出现好心办坏事？因为缺乏真知的善，就像蒙着眼睛开车，你觉得自己在朝正确的方向走，但你根本看不清路况，最后大概率翻车。反过来，一个人认知水平极高，洞察力惊人，但如果缺乏慈悲心、同理心，他也很可能成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用高超的智慧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不惜损害他人认知和道德，就像一辆车的两只轮子缺一不可，把它们混为一谈，只会让分析变得混乱。所以我们说，缺乏真知的善会在无意间制造恶，看看网络上的道德审判就全明白了。多少人打着正义善良，为了社会好的旗号，做着网络暴力、人身攻击的勾当。他们发自内心的觉得自己是好人，是对的，但他们的认知已经被碎片化的信息和煽动性的情绪彻底裹挟，根本看不清事情的本来面目。于是，一个自以为善意的出发点，最终导出了充满恶意的结果。一个无辜的人被网暴到抑郁，甚至走向极端。所以说，提升认知不是可有可无的锦上添花，不是懂点哲学显得有文化，它是决定一个人能否真正做到行善的底层前提。如果你看不清事情的规律，看不透问题的本质，你的善良就可能是盲目的、危险的，甚至比明目张胆的恶更具破坏力。讨论到这里，我们就必须面对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了：所有的认知活动根基到底是什么？答案极其明确，逻辑思维模式。无论你是感悟人生、吟诗作赋，还是进行科学研究、探讨哲学思辨，一切认知活动都建立在逻辑思维的框架之上。没有这个框架，你的思考就只是一盘散沙，再丰富的阅历，再灵敏的直觉，也无法系统性的输出可靠的结论。从人类认知的层次来看，我们可以把思维活动大致分成3个台阶。第一个台阶，感性认知，这是最直接的感官经验。我们看到颜色，听到声音，触摸到物体的质感，闻到气味，这是最原始、最直接，也是人人都有的一种认知方式。但感性认知也是最容易被欺骗的。魔术师随便一个手法，你的眼睛就被骗了；一段精心剪辑的短视频，你的情绪就被裹挟了。感性认知提供的是原材料，而不是成品。第二个台阶，知性认知，这是运用概念进行判断和推理的能力。你看到一个物体是圆的，有弹性会弹跳，于是你把它归入球的概念，知道球可以滚动，可以抛接，这就是知性的工作。知性已经比感性前进了一大步，它帮助我们整理和组织感官材料。但知性有一个局限性，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批评的那样，知性是固执的，他倾向于把所有事物都当作固定不变的、相互孤立的东西来认识。他习惯于贴标签，这是好的，那是坏的，但忽略了事物之间千丝万缕的关联和变化。第3个台阶，理性认知，这才是真正的高阶思维境界。理性认知不满足，于是什么？他追问为什么是这样，以及它如何变化。他在更高的层面上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理性认知要求我们不把事物看作孤立的点，而是看作动态网络中的节点。那么在理性的层面，人类的逻辑思维体系内部分哪几种类型？大体上可以归纳为3大类形式逻辑，也叫纯逻辑或演绎逻辑、归纳逻辑和辩证逻辑。亚里士多德为形式逻辑奠定了最早的系统基础。形式逻辑的核心规律包括同一律 A 是 A， 矛盾律 A 不能同时是 A 又是非 A， 排中律 A 要么是 A 要么是非 A， 没有中间状态。这些规律在思维中具有客观强制性。你说这张桌子是方的，就不能在同一时间、同一意义上说
这张桌子不是方的，这是思维必须遵守的铁律，违背了它，你的论证就不成立，你的推理就无效。正是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为科学革命的爆发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石。从弗朗西斯·培根系统地倡导归纳法，到艾萨克·牛顿用数学原理为物理学奠基，整个近代科学的伟大殿堂，地基就是形式逻辑的那几条基本规律，没有同一律，科学实验就无法重复验证。因为如果你可以说这个实验结果是 A， 同时也不是 A， 那任何重复都没有意义了，没有矛盾律和排中律，科学理论就不可能用数学语言精确表达。因为你说不清楚是与不是的边界，就无法建模，无法计算，无法预测。然后黑格尔登场了，他对形式逻辑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批评，提出了一种新的逻辑——辩证逻辑。黑格尔认为，形式逻辑只关心思维的形式结构，而不关心思维的内容和运动。他主张思维的本质是矛盾的自我运动，每一个概念自身都包含着它的对立面，正题与反题在冲突中走向合体。辩证逻辑确实看到了一些形式逻辑未能触及的层面，事物的动态变化，对立面的相互转化。但辩证逻辑有一个极其致命的隐患，因为它强调矛盾是普遍的，对立是统一的。这个概念太灵活了，灵活到什么程度？灵活到任何人可以用它来为任何立场辩护。你说这个政策是错的，他可以说从辩证的角度看，对错是相互转化的，不能简单否定你说。事实摆在眼前，他可以说现象与本质是对立统一的，眼前的事实只是假象。辩证逻辑的这套操作模板在理论和学术讨论中是有价值的，但一旦被滥用于日常认知，就会成为一团和气的和稀泥。什么都说了等于什么都没说，什么矛盾都可以被辩证地消解掉，最后什么清晰结论都得不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目光放回人类文明的大尺度时，会清楚地看到，西方文明之所以能在近几百年的时间里实现科学的大爆发，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信息革命最根本的原因，不是因为欧洲人的基因更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优越性，而是因为他们系统性的重建并严格执行了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系统化、工具化，产生了一种降维打击的效果。不是你的知识量比对方大，而是你的思维方式本身比对方高一个维度。在形式逻辑的框架内，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和检验，每一个命题都有明确的真值。你用这种思维方式去分析任何问题，结果都会清晰得多、精确得多、可靠得多。而辩证逻辑呢？你问他这件事到底是对还是错，他回答既对又错，要看具体条件。这话听起来很有深度，很辩证，但他在实际操作中往往沦为什么？恰恰沦为一套任何人都可以用来模糊焦点、规避责任的诡辩工具。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真假难辨、立场先行的时代，辩证逻辑的滥用已经成了制造认知混乱的催化剂和推手。所以，一个真正具备认知理性的人，他的思维工具箱里必须有形式逻辑，这件最基础、最锋利的工具。只有先搞清楚是什么和不是什么，才有资格去谈为什么这样和为什么不那样。先有确定性，再有辩证法。连是与不是都没搞清，就开始辩证，那不是智慧，是糊涂。让我们回到原点。14无忌中有一个极为核心的问题：如来死后是有无，是亦有亦无，还是非有非无？如果我们把这个问题放在逻辑的框架下重新审视，就会发现它的症结所在。这个问题预设了一个极为隐蔽的前提：如来死后，
意味着你默认如来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实体，一个独立的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在死亡之后，要么还继续存在，要么彻底消失，要么既继续存在又不存在，反正总有一个状态可以归属于它。但根据佛教缘起性空的核心教义，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的。如来不是一个东西，如来不是一种固定的实体或状态，而是一种觉悟的境界，一种智慧的状态。境界和状态是无法被存在或不存在来框定的。龙树菩萨用八不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不长不断，不一不异，不生不灭，不来不出。既然没有一个长恒不变、独立自存的我，那么追问如来灭后是有是无，就像追问灯笼花灭之后那朵花到底去了哪里，现在还存不存在一样。问题本身就问错了。花不是去了哪里，花是因缘散了。涅槃不是一种去了什么地方或者还在不在的状态，涅槃是超越思维，超越语言，超越了有和无这套二元对立的境界，用语言去描述它，就像用渔网去打捞月光。你再怎么穷尽辩才，网眼也永远比月光大，永远捞不起来。所以我们说，佛陀的沉默是最高级的答案。他的沉默不是消极的回避，而是积极的智答。在古印度论义传统中，有4种回答方式：直答、分别答、反问答、智答，就是搁置问题，不予回答。佛陀选择了第4种，也是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种。他用沉默告诉你，你的方向从一开始就错了。中箭的人不该追问箭的来历，而该先拔箭治疗。困在生死洪流中的人不该追问世界的尽头，如来死后如何，而该先求解脱当下的痛苦。让我们看看那些真正触及了终极智慧的人，他们最终说出了什么。龙树菩萨在中论的开篇稽首礼敬佛陀，说了这样一段话：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系。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一不异，不来不去16个字，把人类所有关于终极的执着，所有关于存在和虚无的妄想，都破得干干净净。不是给了你一个答案，而是从根源上瓦解了答案本身。而在遥远的西方，康德以他的3大批判为理性划定了界限。康德说，物自体不可知，我们的理性和感官只能认识现象界，至于事物本身是什么，那个物自体是我们永远无法真正触碰的。认知是有边界的理性，不是万能的。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则说得更明确，语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你无法思考语言界限之外的东西，更无法言说。所以对于不可说的东西，你试图去说，带来的只能是混乱，而不是真相。佛陀用沉默说了49年，老子用5000言的《道德经》说得更少。他告诉你，说得越少越接近道。维特根斯坦写了一整本书，最终只想证明一件事，这本书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之外那个不可说的东西。它就像一个梯子，你爬上去之后要把梯子扔掉。所以14无记背后的真正智慧究竟是什么？不是佛陀不知道答案，也不是佛陀在故弄玄虚，而是他让我们明白，有些问题你根本不需要去回答，你需要的不是答案，而是放下问题本身。沉默就是最响亮的回答。知道的人已经安静了，不知的人还在争论不休。你选择做哪一种，